这哥们真是牛啊！纯手工打造了个双层过滤的豪华水池，野外喝水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天气太干，泥土都裂开了。锤哥想用竹子弄个半自动的浇菜装置，看他拿石头在竹段上敲敲打打，边敲边用膝盖一搭，竹子直接两断，然后在断口处整出个缝，用大脚一压，竹子就劈成两半，就是脚感有点刺。再拿起木锤来，把竹节中间部分敲掉，这样主管里水才能畅通无阻。野外排水系统轻松搞定，锤哥像变魔术一样突然出现在野外，对那些小竹子出手了，然后把竹笋也给挖起来，石斧狠劲全开凿开，把一大捆竹笋背回家。午饭有着落了，锤哥回到菜园一溜烟的，先把竹片绑在围栏上，2根竹竿交叉立起来做架子，用藤条紧紧绑好，一根接一根的忙活，看着挺简单的，实际上得调整好水管的斜度，这样才能保证水流通畅。菜园四周的水管全都固定好了，然后用底部垫了石头的主管继续钻，水管上钻孔来分流，每个菜床对应一个小孔，水流过这儿就能建出小瀑布。水继续往下游走，进入下一段水管。经过一阵测试后，锤哥用人体工学精准测出菜垄的长度，又开始对剩下的竹片动手术。石头在竹片上拉拉扯扯，竹片挣扎着要撑住，最后被小哥一脚给踩趴下了。然后小哥把木炭砸成粉末，把碳粉倒进松脂里，加热一下变成锤哥的专用粘合剂。一转眼，锤哥把竹竿固定在菜垄上，每2根交叉用的绑法都是超级结实，主管架上一搭，水就能直通菜地。这操作还不是最牛的，小哥用碳粉标好木薯该种哪里，然后用自制胶水把石头固定住，每块石头都坐镇在水管尾巴上。小哥用大腿做支撑，在水管背后凿出一排圆孔，分流主管就挂在水管下面，石头挡住水流免得浪费。锤哥站在水池边，把收集的废水从上头倒进去，分流管把水匀妥妥地洒在每株木薯上，主管底下水珠滴答滴答，这还是个滴灌系统呢。为了省那几步路，锤哥花了2天2夜才把这浇灌系统给架好。木薯现在不用怕中暑了，这哥们真不是盖的。在野外过了4年半，白天弄水泥，晚上看烟花。今天他要搞个大的，就是把门口那坑挖成鱼池。只见锤哥去河边扛了一大堆石头，不管大小全都用上，趁着石灰烧好的功夫，拿起棒槌就是一顿猛敲。木棍敲打下，地面的泥土开始翘起，大小木棍换着来，他的双手像机器一样不停地搬泥。锤哥在坑里把2边通透，2天就挖出个3米长、深达1.6米的大坑，然后用耙子把周围土地弄得平平整整。这次干活把锤哥累坐地上了。休息过后，他又在坑的另一头继续挖掘，木棒都被他敲得花头乱放，终于把第1个台阶凿出来了，一口气又凿出3个台阶。锤哥仿佛在自己的王国里踏上征途，继续挖掘坑里的泥土。这时候石灰也烧好了，混上河边的淤泥，搅一搅就成了锤哥特制的水泥。拿出模具继续造砖头，手法流畅的泥浆都乖乖就范，地上已经堆了100多块青砖。锤哥开始把砂浆铺在坑底，简易的竹片变成了抹灰利器。他拿出之前晾干的砖头，用他的铁拳把它们一一安放好，一层水泥一层砖的堆砌。先在坑周围搭起第1圈砖，中间填满砂浆。陶锅不再是装饭的工具，而是用来运水泥的工具。锤哥展示了他身体的柔韧性，精准铺设靠近台阶的砖头。突然发现材料不够了，好在他有丰富的工地经验，轻松把砖头裁剪到合适尺寸，利用竹片光滑的背面，在水泥上反复摩擦，磨得泥面平如镜面。这手艺绝了，谁不夸？鱼池底部的造型竟然和鞋拔子很像，也显出锤哥脚踏实地的作风。等到底部干了8成，锤哥拿起棒槌开始敲打，均匀捶打，让水泥更紧密。棒槌面积小了点，他就找了块合适的石头，在石头的重压下，再加上竹片的摩擦帮助，水池底部滑得能照出人影，简直让人大开眼界。野外生活不只需要个棚子，还得给自己弄个鱼池。家里有鱼池，全家运气都旺盛。锤哥的鱼池底部已经弄好了，然后他把晾好的砖头扛到厨房，走到河边挑了挑沙，一看质量不错就装筐带回。这泥还特别适合做砂浆，锤哥直接把泥倒在沙子上，大泥块也不放过，再倒上像牛奶一样的石灰浆，拿根木棍搅和起来，采取边加边搅的策略。先拿1桶到鱼池里去，1层砂浆1块砖，继续向上砌，底部的砖头也不忘附上砂浆，石头也派上用场，用来调整砖头的长度。一直忙着搬泥和砌砖，在砖头和泥坑的缝隙里用石头填充，省下砂浆。很快砖头就砌到了台阶那么高。锤哥开始处理石头，把大石头固定在砖头上，石头之间也用砂浆连结。这不是因为省砖，在锤哥的设计里，天然石头是最佳装饰。根据墙面形状调整石头大小，灵活运用各种石头。2小时后，鱼池的上半部已经被石头覆盖。锤哥从陶锅里刮砂浆，先用石头围成一圈，像搭建炉子一样继续堆砌，造个小天地让将来的鱼儿们嬉戏。看出锤哥将来是个贴心的爸爸，王者之极也要涂上水泥，还嵌上漂亮的鹅卵石，让原本普通的水泥面也焕发光彩。
立马显得高大上起来。锤哥的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精致。鱼池终于大功告成，接下来是去补，不是领养鱼宝宝，开始寻找鱼池的首批小住客，决定在院子里铺一条石头路，几乎要把河里的石头搬光，到处找能加热炉子的好煤，把煤砸碎来增加加热效率。炉子里烟雾弥漫，青石变身成了生石灰，把炼好的石灰倒进池子，加点泉水搞个化学反应。小哥地上画线规划道路，手拿木棍开始凿石，小路一直伸到卧室门前，又延伸到大门外头，把院中每个要点都串起来。搅好的砂浆直接到基底，放砖头界定道路边界，从鸡舍一路砌到鱼池边，持续向前推进。幸好之前砖头囤得多，所有边缘处理完毕后，交叉口预留排水位置，挖坑剩下的泥土得到复用，用来做路基真是太合适了。看小哥忙前忙后扛泥巴，一个人干活像一支队伍，泥巴都放好了，轮到石头出场了。每块石头都是他亲手选的，把这些石头镶进泥里，越来越像个小农庄了。石头光滑面朝上，再用另一块石头锤紧实，这活看似简单，那蹲姿真是考验人，一般人坚持不了10分钟，小哥能连轴转不带停。看着小路被石头填满，这路不止好看，摔一跤都能摔得壮观，除了坚实点别的毛病没有。小哥累到直接趴鸡舍门口，想着上回给翠花喂食的情景，还捡起那俩的爱情证据，决定是时候升级他们的小窝了。这哥们厉害到不行，把荒地变成了自家的小庄园，不只有房，还有私池和大把菜地，连绑来的鸡都乖乖生蛋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没完没了。锤子哥成村里首富就等着吧。为了让翠花夫妇更勤快些，锤子哥决定升级他们的餐具。他拿块石头在竹子上摩擦，然后一脚就把竹子踩断，根据尺寸需要裁出不同长度的竹筒，继续在竹子上开工。竹子顶不开个口，直接撕开来，弄个10厘米长的竹筒，这筒子大小正合适。挑根新竹，再凿好两头，用石头尖在竹材上钻孔，挑直径合适的竹子，用胶水粘它们固定。锤子哥拿砖块去鸡舍，把砖头在砂浆上固定，放置自动饮水器底座，然后把竹管倒扣上去，顶头用藤条连好。竹管里的水用到一定程度，竹内存水自然流出，这就是连通器的道理，就像青蛙顶着头上的牛。我这叫一个得意。走出鸡舍，踩着石路，看着自己打造的生态池，锤子哥想着再提升生活质感，又去河边搬起石头。10里之内找不出比他更专的，大石小石一网打尽，全都堆一块去。然后又开始搞沙子，这活得干1个月呢，我得好好规划一下时间。锤子哥开始清理鱼池周围的地，摆出雷震子那套经典动作，在地上挖了个直径2米的大圆，他打算这儿搞个观景亭，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他野外大佬的范儿。先得把砂浆调好，和沙混上石灰搅一搅，直接铺在鸡坑里，挑那些30斤以上的大石头，一个个放到砂浆上去，一个挨一个紧密不留缝，整整齐齐的摆出家族阵容。这哥们真是无敌了，3天3夜就调好上百斤石灰，手工打出个生态鱼池，还不忘添个配套的凉亭，池里的鱼儿总把头探出水面。根据勾股定理，这是缺氧的表现。锤子哥得给这鱼池加个喷水增氧系统。锤子哥拿起竹片，给池水做了几番检查，成功测出了水深，然后按尺寸来，用石头在竹子上锯来锯去，用自己的体重直接把竹子压断，继续处理剩下的竹子，用尖石在竹子上转来转去，再硬的竹子也挡不住这份热情，钻了2个孔，就能轻松做出一条细长的凹槽。桶里再做3根，在竹筒底部钻孔，插根竹条后塞进竹筒，抽拉竹条上下移动，就像手压水井那样使水动，给水池带来更多氧气。其他的竹筒也一并做好。小哥像忍者一样现身鱼池里，用2根竹架搭过整个鱼池，用藤条把竹子牢牢捆住，再用竹子把四周都遮上。小哥拿来叶子盖在烛台上，为石灰砂浆提供个好归宿。砂浆慢慢覆盖了每一片叶子，小哥用他那精准的手法揉一揉。50年瓦工经验显神通，等喷泉台干了再说。小哥开始规划庭院的排水系统，把水沟安排在喷泉后头，涂上砂浆让水流更顺畅。排水口用竹网做过滤器，这细节管理没谁能比。组装完抽水工具后，还用特制的松脂胶封起来，这样能用得更久，也更结实。但是一个一个抽拉太麻烦，锤子哥得想个办法，将竹片削尖，把3个抽拉装置固定在一块竹子上，然后一起装回去，拉动支架就能同时工作，让鱼池氧气更充足。烛台上铺了更细的沙子，还能过滤回收的水。场景一换，锤子哥已经给抽水系统加上3脚架，利用杠杆原理，轻轻一用力，整个循环系统就动起来。鱼池的水通过埋设好的主管回流。为了小鱼儿安全，锤子哥每天增氧8小时。这哥们真是了不得，自己在野外独自生活4年半，不只是做出5层过滤的水池，还搭了个
个中式风格的生态鱼池，还得给自己弄个赏景凉亭。锤子哥把石头排成圈，根据石头大小来选择，继续堆砌成石墙。沙浆的功劳不小，连奇形怪状的石头都能凑成整齐。石头一筐筐搬进来，堆到1米高才喘口气。小哥把多余的石头扔到一边，转头就拆旧炉子，和过去的温情无关。这点泥巴根本塞不了多少缝。锤子哥一变身成挖掘机，就在地基边上挖起泥来，真是挖东墙补西墙。挖来的泥巴统统扔地基，泥巴不够就用石头凑。小哥一趟又一趟运泥，拿耙子把土地抱平，然后用石头填满所有缝隙。说到这儿，凉亭的地基才刚刚好。锤子哥乐得跳起来，抱着石头朝地面猛砸，这样泥地更结实。往泥巴上泼山泉，水和泥巴一混合，泥土就更紧实了。小哥边踩边用力捣泥，自己的体重也派上用场，泥巴很快就平整如初，泥面上铺上洁净河沙。竹子弟也来帮忙，拿起石头就是一顿凿，刀子3秒钟的活，石斧得磨蹭15分钟。锤子哥开始安装凉亭主梁，每个主梁都挖个坑，保证根基稳固，用竹片量出主梁高出地面的部分，确保每根都一样长，这样才能继续下一步。主梁的坑里塞满石块，用调好的砂浆固定，每根主梁都这么操作，这就是野外生存的精髓。徒手搞定石灰，生态鱼池也就搭好了。今天锤子哥决定全手工打造个6角凉亭。今年还很年轻的他，搬砖已经50年了，他的瓦工手艺简直神乎其技。他在地基旁边挖了个凹槽，用砂浆固定住一个脑袋那么大的石头，然后又扛来一块超级巨石，地上先铺了一层砂浆，把那块巨石稳稳安装上，又是一层王者的台阶，顺手把通向凉亭的小路也铺了，沿着通往鱼池的方向继续一步步铺设台阶。小哥踮起脚尖，把梁间的连接支架固定好，这样的结构稳如老山，就算山神来了也摆脱不了。锤子哥用自己的体重来测试，看来房梁能轻松承受300斤。下一步得把地面搞定，先铺一层细沙，用木棍找平后稍微加水，拿擀面杖来回碾压。地面准备好后，就倒入调好的砂浆，骄阳似火也挡不住锤子哥。操持间越发娴熟，这手法煎饼铺都得自愧不如。凉亭的地面被水泥牢牢封住，地面干了以后，锤子哥现场组装了把梯子。下一步是屋顶，用支架把主梁连起来，在中间点固定，顶部的3角结构也搭好了。利用传家的几何学知识，参考蜘蛛的网结构，打造出网状框架。照例还得用体重试试。屋顶简洁又大气，真是帝王级的风范。接着小哥用茅草编织成帘，从屋顶底下开始装上。先用藤条把茅草第1层绑稳，借助树干的弹力把第2层抛上去。小哥站在梯子上稳得像块石头。第2层铺好之后，一跃直接跳上屋顶，这身轻功绝对有10年功底。然后就给这凉亭戴上了专属帽子。恭喜锤子哥新添金色屋顶。锤子哥又开始搬石头，这块可能是他搬过的最重的一块，差点累得要命。用些小石头稳住大石头，然后在凉亭里舒服地喝起凉茶。从这个角度看去，院子美极了，日子就应该这样惬意。锤子哥的生活简单而美好，这才是真正的野外生存高手。不单只会调制石灰，还能手搭鱼池和凉亭，把荒地变成豪华庭院。他养的翠花竟然孵出小鸡。为了做个合格的代理爸爸，他毫不犹豫拆了旧鸡棚，地面上固定新的支架，在原来的基础上操作，直接用砖头砌起来。不知道啥时候他能用砖石改善自家卧室。锤子哥直接闯进翠花的房间，和小鸡们展开了父爱的输出，干活的劲头也更足了。为了让小鸡安全长大，他牺牲了好几百根竹子，在鸡舍中间砌了个方坑，填上细腻的河沙，希望这成为翠花的温暖产房。用砂浆把竹子固定稳当，防止小鸡越狱。间隙得小于10厘米。铁柱和3花已经先占了位，锤子哥端起主力翠花，温柔地检查剩下的蛋。小鸡毛茸茸的样子超级可爱，长大肯定是美味极了。鸡舍操场整修好后，锤子哥一个一个轻轻抱出小鸡，动作温柔到不行，鸡仔们一看就知道谁是爸爸。他含笑看着这些小家伙，心里仿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。第2天，锤子哥在凉亭醒来，先来欣赏下自己建的鱼池。野外生活的新一天开始了，先忙着给炉子点火，准备烧石灰，这事儿得花不少时间，就利用这空隙去挖点木薯，用竹片把木薯皮削去，切成小块，拿起半自动捣碎机，把木薯捣成浆糊，接着用刀把野生空心菜切碎，搅进木薯浆里，既补维生素也补淀粉。炼好的石灰混合和底泥，准备好许多砖头以备用，然后把凉了的木薯菜浆拿去喂翠花和铁柱。喂完鸡才想起自己还没吃，煮点野菜和木薯一起端到外面的凉亭，边吃饭边享受院子的美景。吃饱了小睡一会儿午觉，下午给木薯地浇浇水，池子里的蚯蚓正是喂鱼的好食材。
鱼儿吃这个最合适不过，然后给翠花和伴侣加水。弄完这些已经是下午3点，这就是他简单又快乐的一天。今天他要从石器时代迈向铁器时代，炉子和工作室都准备好了。锤子哥捡了块石头细细端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铁矿石。这地方的资源真不是盖的。他把矿石带回到工棚，把它们磨成粉，加点捣碎的木炭，帮助铁氧化物还原，把这混合物移到炉子里准备炼铁，增加能提高炉子温度的煤，然后只需持续加热，右手不停地扇动整整6个多小时。等到炉子冷却之后，锤子哥开始认真找寻，他一个个挑出来的都像锅巴，最终只找到了一颗小铁珠。这种炼铁方式明显不太行，只好再次调整配方，还是得先把矿石粉碎混入木炭，不过这次用水做成泥状，再烧上6小时，把烧好的块状物快速冷却。这玩意儿说实话看起来像极了烧饼，虽然像但也就那么回事。第二天锤子哥找了块竹壳叶，用石头精心压平，然后他开始玩泥巴，用绳子画出一个完美的圆，把圆形泥盘放在火旁烘烤，印度飞饼般的东西就准备好了。在炉边挖了个圆坑，一夜未眠，他终于明白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炉子没达到需要的温度。于是他打造了全新的炉子，在炉子周围设置了专区。锤子哥开始钻石头做实验，这招叫做再创新高。竹壳也完成了它的蜕变，锤子哥把它一分为2，测好长度后制成4片扇叶，在竹材上钻好圆孔，破开顶部插入扇叶，扇叶就能自由旋转。用藤条把石头和竹子绑紧，固定好操作绳，把钻好的石头置于鼓风机中，安装好扇叶和其他部件，圆盘转动带动整个支架，用绳子拉动，轻松提速。这真是我见过最酷的鼓风机，真是技术和创意的完美结合。懒癌也能成就伟大生产力。当大家还在为3餐操心时，锤子哥已经享受泳池和豪宅，正打算自制一杯野生柠檬甘蔗茶。首先把野生甘蔗背回家，打开水龙头洗干净工具，然后取下锤捣器，把它安在苦茶树中心，用藤条绑稳，一个压榨器就组装好了。先用木棍施加压力，甘蔗内部开始混乱，然后转战到凉亭，用竹子来回碾过，利用壳叶把甘蔗汁收集到容器里。只有真正的力士才能轻松应对顽固的甘蔗。收集了1整罐，然后用大火煮沸，撇去浮沫，不停地搅拌，直到水分蒸发，最后放到凉亭享用。抓到1只野生柠檬，用竹管当吸管，把柠檬切片泡水，倒入精致的甘蔗糖，辛辛苦苦就为了这口茶。一声鸡叫打断了他的美好时光。翠花急不可耐地展示成果。第二天，锤子哥发现1只野猪闯进地盘，显然是来找食的。他礼貌地迎接野猪，承诺为他建个豪华宫殿。锤子哥说干就干，马上在鸡舍旁动工，清除了许多无用的树，杂乱的地界马上清晰。拿着木棍化身为挖掘机，在地上挖了个大坑，用砂浆把石块一个个固定好，坑底也铺上砂浆，随手涂抹毫不费力，连金刚都不敢这么猛。当然，这坑不是佩奇的卧室，这只是个简单的化粪池，还要向外扩展一下哦。用石头搭起基础区，接着把池子边缘和基座用竹管固定。锤子哥挑了些外表粗糙的石头，把这些石头摊平铺好，拿起9齿耙把土地扒平。考虑到野猪佩奇爱挖洞，在石头和泥土之间还要加层砂浆封住，这么一来，即便佩奇牙利如钢也难逃其害。锤子哥细心涂抹水泥，用竹片工作的入神。看来这个猪爸爸的位置他是铁了心要做的。虽然猪圈现在还是基础阶段，但豪华程度已出现端倪，明显比锤子哥自己的草屋强多了。手工打造的私人泳池随时畅游，生态鱼池里炼铁同时养鱼，养鸡场实现鸡蛋循环不断。虽然这里远离河流，水源有限，为了提升居住质量，锤子哥决定打造一套自己水系统，筛选细腻的河沙，混合河底泥和石灰，用铁手充当搅拌器，把砖头搬到后院。心里有张不落地的图纸，砌砖手法神速，每2块砖1层，4根柱子高度一致，用竹子替代钢筋，在柱子间架起桥梁，连竹子都铺得严丝合缝，每根竹子拼接紧密无缝隙，在竹子边缘用砖头加固，在竹上倒砂浆，展示自己精湛的抹灰技艺。先买好竹管，继续深挖水池。锤子哥瞬间跳进水池，抓起砂浆往墙上一抹，然后用竹片轻轻刮平，泥面变得滑得跟巧克力还光滑，感觉这儿做观察哨也挺合适。锤子哥紧贴着墙壁，继续把里面抹得光滑如镜。夜幕降临后，锤子哥用水泥把支架固定稳当，沿水池4角布局，逐个安置斜角支架，用藤条将顶部连接起来，继续铺设剪裁得体的竹子。在芭蕉叶的掩护下，水泥像占领新领土一样扩张。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操作，完成剩下的3个斜坡，斜坡倾斜30度，这样设计可以最大化收集雨水，水箱高达3米，壮观极了。然后小哥在竹子中间打个洞，涂上特制的松脂胶，把它和水箱出口连起来。天气干旱无雨，锤子哥只好继续扮演挑水工。与此同时，水顺着管道流进工作室，锤子哥打开定制的开关，轻松洗起了他的小脸蛋。现在取水不用再奔波，锤子哥终于实现了用水自由。第2天在林子里发现野生甘蔗，它们杂乱无章，看起来需要帮助。锤子哥心生怜悯，用石斧解救它们，让它们摆脱土地的束缚。
扛着甘蔗回家，把根部单独处理。作为野外高手，不放过任何种植机会，在菜园角落挖出一个坑，为甘蔗根提供新家。从野外找来一块光滑的石头，给石头和叶子洗个冷水澡，回忆18年前那段甜蜜恋情，决定把这些甘蔗全做成糖。他轻抓佩奇的毛，温柔地把它放进自建的猪圈里。之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废的地方，锤子哥空手开出了一片空地。说起适应环境，野生佩奇能给土行孙上课。锤子哥的基础是用石头打的，再加点沙子和石灰砂浆，佩奇想破头都别想逃出去。石头堆得越来越高，这座猪宫看着就是有排面，每块石头都是锤子哥亲手搬的。看着庞然大物，就知道河里少了多少块石头，还是叫他石头哥得了。墙壁高达1.3米，门口用石头围了个台阶去，倒沙子进去填平，浇水让沙子结实点。锤子哥是搬砖高手，把沙子拍实之后，倒进特制的石灰砂浆。锤子哥虽然看着不年轻，但其实不老，他在混建筑界，抹墙的技术登峰造极，砂浆也整得整整齐齐。猪圈外头继续扩建，继续用石头砌围墙，显然是要给佩奇搞个私家庭院。锤子哥又搬来很多石头，全部搬进猪宫，在墙上用石头搭几个柱子，方便佩奇在里面射箭。两面墙上共砌了8根柱子，用竹子调整柱子高度，确保它们都在一条直线上，用竹片把柱子连接起来。这屋顶绝对吸睛，这猪住的比锤子哥还豪华。锤子哥拿来好多根竹子，把它们连到对面的墙，还得靠砂浆支撑，隐私当然要保护好，这样佩奇就有私密空间了。锤子哥拿来芭蕉叶，把池子盖上，这样砂浆才不会漏出去，留了个小出口，可以把佩奇的排泄物好好利用一下。小池子里倒了河沙，水一灌化祥池里沙就湿了，再抹上砂浆做防水处理，这就成了佩奇的饮水池。佩奇的碗就地取材，用砖头砌，砖头饭碗坚固得很，不输给铁饭碗。院墙下面地基垫高，和台阶保持一个水平，茅草屋顶是标准配置，这是锤子哥的专属风格。准备工作做得挺好，为佩奇特制了个原木大门，锤子哥优雅地安装上门，室外池子灌满水，水就能流进猪槽，又拿来了干茅草，足够让佩奇温暖过夜。新鲜野菜也送来了，锤子哥做爸爸真称职，野外还能自制石灰和砖块，造了猪宫发展养殖业。今天他要用上第一把铁器了，正是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，经历了2次炼铁的失败，锤子哥提升了涡轮鼓风机，成功得到了铁珠，毫不留情地拆了旧炉具，在原位挖出新的火炸位置，用大火继续烧制和堆砌。如果你以为这是普通炉具，那你就错了，炉具越建越高。锤子哥搬来更多石头，在炉旁砌了道城墙，确保城墙低于炉口，用树枝连起来，组装炉顶。在石墙两边用粘土捏出康庄大道，通道上方用竹片和粘土覆盖，构成一段幽暗隧道。隧道尾端也没闲着，继续堆出个形状像极了烟斗。这 U 型的设计真有点意思，烟雾轻松飘走，热量却死死锁在里头，炉子温度一路向上，这操作炫酷的仿佛纹身师在操作，玩的就是这个心跳。工棚外头挖个大圆坑，倒进挑选过的粘土，加双份山泉水，手工揉搓洗个粘土澡，竹筛过滤掉杂质，清泥水存进陶罐，这过程叫洗泥。罐子里泥水自然分层，轻轻倒掉上层清水，留下细腻的黄泥。这步骤反复做几次，最终倒去多余水分，剩下的泥巴细滑极了，滑到直接能做面膜。晾上几天后的粘土干湿刚好，抠泥巴拍来拍去，拿进屋里继续敲打，竹片1分为2，泥巴上划拉开，内部彻底分离，做出小刀和凿子模具。炉里生火烘干模具，第2天拿出已成型的模具，炉子里加热煤，铺好在炉底，把收集了半年的铁珠小心塞进模具，掉一粒都心疼。锤子哥能哭出声，模具里升起猛火，浓烟四起，跟老君炼丹似的。烟肉封好，烟开始升，锤子哥放把树叶在口上，几秒钟就成灰。炉内温度高的吓人，几天后把冷却的模具取出，铁珠已经合2为1。锤子哥急着敲开模具，亮晶晶的铁块映入眼帘，它们碰撞的声音清脆动听。锤子哥忍不住拿起来嗅一嗅，这俩小家伙来之不易，给他们来个全身按摩，这是给新朋友的欢迎仪式。高速摩擦抛光，让他们闪耀如冰晶般的光芒。竹子哥首当其冲成了试验品，在铁凿下只能乖乖认输。锤子哥终于告别石器时代，这才是野外生存的极致。不只是砖头石灰，锤子哥还搞定了铁器，成功迈入铁器新纪元。尽管炼铁失败过几次，但锤子哥一直在改进鼓风机，最终得到一些铁珠，真是太帅了，让我完全震惊。在锻造铁珠之前，还得先把粘土洗干净，这步骤叫洗泥，主要是清除泥巴里的杂质，让泥水自然分层。晒干后泥巴就非常细腻。准备好模具，把铁珠填进去加热。看看这炉子 U 型设计，优雅实用，不仅排烟还锁热，这可是为铁块量身打造的宫殿。经过长达1天1夜的锻造，模具里的铁块终于成型，相撞声清脆，这质量没得说。好刀锋从磨砺出，在锤子哥的精心打磨下，铁块终于露出锋芒。然后锤子哥开竹炉削藕，
先搭个石灶台临时用，往里填满木炭加煤块加温，小刀把手塞进去加热，趁它滚烫通红，石头当锤子使劲锤，一点点塑出把手的形状。竹片里的黑乎乎的，那是锤子哥的秘制粘合剂。他把这玩意儿涂在竹片上，用2根竹片紧紧夹住小刀，再用绳子绑牢，小刀变成了个迷你版青龙偃月刀。这可是锤子哥心里的大安全。磨一磨，刀锋亮晶晶，亮的锤子哥眼睛都花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把圆盘放火边烤。想当年离家时媳妇还怀着呢，只能回去陪产陪护，现在得一切重来。锤子哥开始拆旧厨房，挑些还能用的木头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？空房子一塌，人气旺的房子却能长存，你知道是什么原理吗？下回看锤子哥怎样白手起家，空手打造出带鱼池泳池的别墅，全靠自个儿的力气。从石器时代跨入铁器时代，4年后被媳妇的怀孕召回，被迫回家守候。几年后再回这地方，这儿已经是破败一片。但野生王者最擅长的就是白手起家，房子倒了就重建。锤子哥拿起自己锻造的铁凿，让他和竹子来个亲密接触，弯刀帮忙细细分割，用藤条固定竹片顶端，轻松制成一个扫把，扫清场地。锤子哥开始搜集木头，他不停地转动取火棍，松枝一点，火光冲天，底下火焰狠狠包围树，一根木棍下去，树直接呲溜，一个接一个树横着倒。大雨跟不请自来的客一样突然，锤子哥躲回凉亭不停手，竹子劈成2半，那叫一个酷。弯月刀左右晃动，竹子变身，竹花层层叠叠像开花，凿子一下，竹花没了踪影。扁担到手，锤子哥的新宝贝。锤子哥的锻造秀开始了，看那手快如飞的锤子哥，给箩筐装上专属的坐垫。1年静默的炉子终于迎来主人，锤子哥亲手搅和粘土，新旧炉具一起上阵，补缝缝，再续3年春秋。河边捡石头也是锤子哥的活，扁担一帮力大增，效率直接翻个倍。这些石头可都不简单，漆黑的炼温煤石，青石还得炼石灰，2种石头炉里一起烧，烈火烧6个半小时不停息，石灰白得像新雪。双手铁汉把它转进箩筐，直送石灰池来个热反应。锤子哥回到旧址开始新生，木棍一划，地基就出来。重来就要来点猛的，比草屋坚固的多的石屋。锤子哥的手艺谁敢小看？野外4年半自己的石屋别墅，锤子哥真是没谁了。4年半野外独居，把荒地变成了美丽家园。4年归来还多了个小生命。现场一片狼藉，屋子全塌。锤子哥决定再来一次彻底重建，在旧址上重新标出地基，还是那根能打的木棍，准备和沙和石头重新来过，加上自己烧制的石灰、石灰水和沙子一起搅拌，沙浆桶桶倒进地基坑，石头一个个重的跟头一样。这次得和茅草屋说拜拜了，全部用石头来搭建。地基铺好，接着往上叠，石灰不够随时现做，先得把大块青石砸开，砸起来角度得哆嗦，高温下青石变成石灰，炉子经过修补也扛不住这么猛的用力。锤子哥挑沙子也是满负荷，地基用土和沙子垫高，泳池水让它们结实。锤子哥又磨起石头来，没有石斧哪算野外生存，石头磨得锋利无比，竹片也扔进火里烤，利用火焰让它柔软，火候竹片灵活如舞者，藤条缠绕的密不透风。看那40米高的树，他的倒霉日子到了。石斧底部一批木花4件，3小时摇摇欲坠。锤子哥用木棍使劲一推，石斧虽破但效果好，继续朝树根部进攻，用上体重的优势，把树砍到理想长度。锤子哥的体重对树是致命的，树们统统没法抵挡，木材几百斤轻松搬回营地，先剥皮显出本色。树顶也来个开凿，借助栓子力量劈成2半，用凿子修整木材背部，让木材前后都平整。木材处理后不同长度就位，顶部凿出像鸡头的形状，鸡头和卵眼做好了，鲁班来了也得点赞，后生可畏。锤子哥的作品组装起来了，结果是个气势磅礴的门框。看样子锤子哥的新宅子肯定豪华无比，这哥们到底多牛啊！花了4年时间哦，直接从石器时代跳到铁器时代，可惜用了大半年时间，收集的铁珠也没几个，才收集到108个小铁珠，就够做个迷你弯月刀和个凿子，所以砍树还得靠老师傅。门框搭好后，用鸡卵结构固定，用树干给门框撑稳，然后又固定了第2个门框。接下来他用石灰奶和河沙混合，门框底部先泼点水，再用砂浆和石头固定住。建房得先从门开始，锤子哥的建房知识真不一般，下一步就是狂搬石头，接着一直往上堆。锤子哥年纪不大，但工地上摸爬滚打5年多，其实在他手里也能变成墙。炉子已经快承受不了了，锤子哥索性直接拆了，准备在原地基上重建。过期的粘土也别浪费，拿起石头砸粘土，旧炉具材料重新利用，又一个烧石灰的好帮手。墙已经砌到锤子哥胸口高，接下来的高度不是蹦跳能解决的。锤子哥用他丰富的实战经验，在屋里搭起木架，先把外面的石头扔进屋里，放到架子上继续砌墙。几个月的辛勤后，新屋子的框架终于立起来了。
还特意留了侧门和窗户的位置，这工程量真是惊人。内部脚手架拆除，地面上铺上沙子，先用水湿润一下，再上一层砂浆，接着嵌上漂亮的鹅卵石，效果媲美现代瓷砖。有没有小伙伴好奇为啥要先浇水？先为地面喝足酒水才行，石灰池一会儿就空了，但锤子哥很快就给补满，地面铺满了鹅卵石，一路铺到门口，这可是地道的大理石效果。冬暖夏凉，还能按摩养生，只用石头就能盖出豪华双开门别墅。地板是用石灰砂浆和鹅卵石搞定的，效果纯天然，像极了大理石。不止这些，锤子哥还打算用树枝搞个丛林版沥青，屋顶全方位防水防腐，用竹子做框架，窗户部分用砂浆和石头固定，铁窗效果出来了。看到这树特写，估计活不长了。不过锤子哥这次不是要他们小命，而是在松树下凿了几个口子，底下放好壳叶收集树枝。接着锤子哥又狠狠下手，石头发挥出屠龙刀的威力，把木材扛回屋里。锤子哥一秒传送上屋顶，稳得像条老狗。支架底部都抹上砂浆固定，门框上凿出门轴的位置，铁凿子用起来真顺手。竹子哥也难逃一劫，锤子哥把竹子捆起来，整捆竹子扛回营地，然后把竹子分开，用棒子敲打竹子背面，把3维竹子变2维，敲竹子敲到天黑，展现精湛的编织技巧。用小竹片穿梭来回，把竹子编成一扇席门，最后靠棒槌完成敲打，紧紧地缠在一起，成功编织出巨大的竹席8块8。现在该收集树枝了。锤子哥衷心感激自然的恩赐，不只是获得了硬化松枝，壳叶上还有不少额外的好货，全都融合在一块儿，然后把木炭砸成粉末。估计聪明的你已经猜到了，木炭和松枝一起来的大火烹煮，这就是锤子哥的特制丛林沥青，涂在竹席上，防腐防水，粘性强。锤子哥一个人就把竹席拖上了屋顶，在那涂了沥青的一面盖上另一块竹席，双层保护还不失美观。今天不找纹身师，锤子哥给足了惊喜。然后用竹片当屋脊，藤条捆绑4面8方都绑紧，把之前做好的竹门插进挖好的门框。别墅里没有一点浮夸，只有那原始自然的质朴感。大厨房一应俱全，有了这屋子，村里人都能住得下。用了30天用手搭建的豪华石屋，自制沥青确保屋顶防水。锤子哥又扛来一批木材，拿石头去割足够的野草。石头得在细磨提升锋利度，几天后晾干的草得敲打整理，去掉多余的碎叶，留下细藤条。截一段竹子，把3样结合起来，给它修整一下尾巴。看这扫把的质地，市场上轻松卖个好价钱。锤子哥在石头上凿出凹槽，制作一个迷你工钻，组装好箭头，一套完备的取火工具。只要放点易燃的松叶，拉动钻杆，5分钟内点火成功。锤子哥用火法清理掉所有落叶和杂物，响声不断，一棵棵大树轰然倒地。锤子哥精力充沛，收集了足够的木头，开始搭建厨房。选长条石头做凿子最好不过，来回摩擦让它变锋利，在木头上凿出一个个凹槽。处理完剩下的木料，用棒槌和木棍在外头忙活。地上挖了个圆坑，把主梁固定在坑里，用2短1长的支架连接。锤子哥搬来了2块大石头，增高后拿起石头对着石墙使劲，直到石墙凹了个槽。横梁连着石墙和主梁，用藤条绑紧，稳如泰山，能挂10个锤子哥。同样方式安装其他横梁，在支架上凿卡槽，所有木材都卡在屋顶，再用藤条绑紧支架背面的凹槽，放其他横条，茅草编成屋顶。厨房有了避风挡雨的屋顶，安全感暴涨。锤子哥修剪屋檐，他偏爱整齐的刘海，找到附近的树，取下树皮，用石头压好定型，裁成不同长度，固定在屋檐下。厨房周围的墙也是石头建的，但这次没有用砂浆，用粘土足以，只建到90公分高。厨房半开放式，锤子哥的厨艺全展现。突然下起大雨，锤子哥依旧没闲着，没有现代工具的帮助，自制石灰和砖块，还自己锻造铁器，离开了石器时代。今天的任务是做个野外饮水设备，首先得牺牲的是我们的老树地。一棵40米高的大树倒下了，再用石斧继续劈，全靠肌肉力量把树干劈成2半，挑一块漂亮的石头，把它雕刻成想要的形状。光是这步就得花上2小时。石头的顶端终于尖锐起来，把木头切成半米长的段，在棒槌的帮助下用凿子开工，一下子戳入木头的中心，把所有木头都劈成2半。这动作虽然看着累人，但这还没完，还得继续雕刻木头，让木头更加细长，从圆润变成苗条。虽然工具简单，锤子哥展现了高超的木工技艺，把这些木材都晾干，头尾也得修整平滑。虽缺锯子，速度却一点不慢。木板碳化增强耐用性，经过打磨成了防腐木板。木板全部翻新完毕，给老藤来个火疗，让它柔软如舞者。弯曲树藤并用水湿润，细心打造出标准圆形，把头尾捆紧。这是不是很像哪吒的乾坤圈？接连做好5个，用木板和圆圈捆绑固定，内外3个箍圈一起，就完成了一个坚固的木桶。
不过单靠这桶打水还不行，锤子哥接着制作第二个木桶，继续修补板缝，开始装上木桶的底部。松枝的表演时间到了，想让木桶不漏水，必须得来点自制的防水剂。松枝里掺上一些草木灰，然后在大火上煮沸，把它涂在木桶缝隙里，等它凝固就行，这样木桶就坚不可摧了。锤子哥在一个桶底装了根主管，这就是我们的野外饮水机核心了。来个石屋大作战，用石头打造豪宅，动手做石灰、铁器都能自己锻造完的不亦乐乎，忙到差点连家都不要了。为了确保野外喝的水安全，完全不用任何现代工具，做出2个防水木桶，高高挂起带主管的木桶。过滤有几个步骤，先放一层洗净的小石头，再来点自己烧的上等木炭，然后是细小的砂石，最上面铺上细软的河沙。锤子哥将浑水倒进去，主管底下流出清水，他忍不住尝了一大口，还得意的拿来给我炫耀。清水怎的如此清澈，全靠锤子哥的过滤术，这下饮水问题解决了。锤子哥又在屋旁清出一块地，这里的树活了好几年，经历了史上最狠的拆迁，10年树龄的老树根也难逃一劫。锤子哥用棒槌把它彻底挖出，然后用火焰攻略，等树根完全烧成灰，用棒槌代替锄头拓宽地面，石头把地面夯实，可怜的树要受苦了。所有树都被搬回基地，在这里要建个无与伦比的工作室。有些木头被石头敲出槽来，另一些则被做成了棒头，然后锤哥抗起一根大木材，把它安放进事先挖好的坑里，横梁一头嵌进石墙，另一头就跟槽口绑在一起。锤子哥请来2个树帮忙撑架，轻车熟路的在墙上挖下一块石头，把横梁架在2个最高点，接着处理剩下的木头，利用这些木头上的槽口，把它们稳妥妥地固定在屋顶，藤条对半撕开，开始大弦捆扎功夫。2块木头的槽口紧密结合，打上牢固的结，屋顶的框架就这么搭好了。最佳屋顶材料非茅草莫属，屋顶铺好之后，屋脊还得再盖层茅草。锤子哥的小屋面积又扩大了，接下来他搬来了块石头，又弄来了金泥巴，围绕地基迅速建起墙来。卧室以外的部分，墙高绝不过1米，没别的原因，很简单，实在是懒得搬那么多石头，用了6天6夜烧出生石灰，再将石灰砂浆混合造出青砖，一人之力自建石头别墅，曾经手挖出巨大的坑，还背回来无数河边石，这些都证明了他在野外的强大能力，所以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锤子哥。在他手开辟场地之后，又快速搭起新的工棚，树的数量又增加了。虽然锤子哥拿的是石斧，但战斗力可比得上古战场上的武器，这可是迄今为止最重的一棵树。锤子哥只得利用杠杆原理，再加上全身的重量，才能完全制服这棵大树。到底这么粗的木头用来干啥呢？锤子哥先是扒掉了树的皮，然后用石凿把木头顶端整平。虽然没用到任何现代工具，但他对木工的执着绝不松懈，在木头上轻轻凿出个小槽，往里塞些木炭，火攻开始，用这份热情温暖树的心，边烧边向下延伸。别忘了用粘土保护好边缘，背面也照此方法操作，等通气后就能一击成功，直接一气呵成。锤子哥找出木头的压力点，继续精准的打穿树，挑了块好木料，在顶部凿出个话头，逐一处理了许多根木材，靠着强大的肺活量，在火的攻势下把木头多处打穿，用榫卯机一把部件结合，就算鲁班复活也得拜他为师。框架搭好后，锤哥搬来一块老树根，对表面进行碳化处理，继续用火攻取树桩中间部分，在炭火的焚烧下，树桩逐渐被雕琢出深度。此刻倒掉木炭，利用余温慢慢加工，最终得到了一个黑色木桶。接着把把手和支架敲打进木材里，锤子哥一把抱起木材，把它安置在特制的王座上，把木桶放在春棍正下方，这就是锤哥定制的小帮手，只需一脚踩住一端，杠杆原理就能发挥作用，让春棍猛击木桶。这装置真是妙不可言，矿石都得乖乖认输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住豪宅。3只鸽子也有了双门大别墅，只要好生照顾这些鸽子，这样几年后回城能抱上自己的小宝宝，都是为了这个豪华的鸟窝。树第一个受罪，树肯定想不到人类还用石头来对付它。把这些木头搬回工棚，还是老规矩，先扒皮后剪裁，木头顶部得弄平整，一切两半，接着切成更薄的板，晾干后就用火烘烤碳化，变身为防腐木，还能防止木屑刺伤小鸟。选一棵粗壮的树，剥掉它那层老旧的皮，凿个洞，塞点木炭，顺着槽着烧，这样能快速做好鸟巢，节省了不少时间，就是得不停吹气。鸟窝就建在鱼池旁，地上挖个半米深的大坑，把主梁放进去，在木头槽里斜插4根支架，像撑伞一样用树枝串起来，组成坚固的支撑架，保证能承重。锤哥开始搭鸟窝的框架，对于能手搭豪宅的他来说，鸟窝就是小菜一碟。框架搭好了，用防腐木做地板，实木的感觉让鸟也舒服。因为身高有限，锤哥现场搭了梯子，屋顶还是用木板，
用藤条牢牢绑紧，测量墙面地形状，用石头帮木板做个精准裁剪，一切就绪，直接上墙，留下2个大门进出。锤哥动手做野生版的沥青，不让鸽子成为落汤鸟。屋顶得做防水处理，涂沥青的木板和其他木板错开扣合，缝隙里也得抹沥青。锤哥带第1只鸽子看新家，他似乎不太喜欢这里，另外2只倒是挺享受，就像是3只鸟的电影，总有那么一个是配角。第2天，锤哥在工棚外又忙活了，把粘土加水搅匀，直接涂在坑壁上，放上小树之后再添泥巴。看这架势，他应该是在做炉子，而且是双层的。炉子的用途是烧石灰，这是为了打造一个巨型烤箱，提升野外生活的美食体验。除了徒手造石灰和砖，还能搭豪华石屋，3只鸽子也能享受森林中的豪华鸟窝。锤哥利用自然地形，半天功夫就立好双层炉子，接着花了3天3夜，用煤石烧出上百斤石灰。趁炉子冷却时，锤哥又开始捣鼓泥巴，把泥巴抹得平平整整，最后搭好储藏池，捞出烧好的石灰，把它转移到装河水的池子里，水面立刻翻腾，这是生石灰变成熟石灰的过程。锤哥又背来几百斤石头、石灰和河沙一起倒，加水搅拌成沙浆，地上搭起方方正正的城堡，用沙浆把石头固定住，继续往上叠。想造个气派的露天烤箱，锤哥今年刚38，但工地上混了60年，松叶当做他的画笔，沙浆在石头缝里抹得整整齐齐。城堡高达1.20米，4角用木板找平，确保每个角都同高。锤哥的眼神里满是惊艳，一眼就能看出高矮不平。又扛来好几根金木，把它们的皮一敲就碎，全都扒得光光的，然后架在石头上，确定好每个木材的落脚点，石凿动起来无人能挡。同样手法处理剩下的木材，都咔嚓咔嚓卡上去，最后形成个方形支架，在木架上铺满石头沙子，把缝隙都填满，再来一层细软的粘土，石头把泥巴夯实。锤哥的手法真是炉火纯青，马上就锤出个坚实平台，中心再倒些细沙。锤哥那雕塑技艺不是盖的，把沙子捏成哨子形状，外围抹层沙浆，沙浆一硬，沙子一挖，露出的就是坚固的烤箱。锤哥在泥地里走来走去，加纤维的泥不会裂，他把这泥巴涂在烤箱外头，增加烤箱的坚固度，双重保护，耐得住高温。最后2根木头连起来做支架，直接安在烤箱顶上。现在烤箱上头也有遮阳棚了，锤哥用野外割来的草皮整齐地铺在棚顶，下雨天也挡不住他做美食。过了一整天，锤哥掀开烤箱盖，把里面的河沙筛出来，快速点起了篝火，盖上盖子，火力全开烘烤，不塞点红薯进去可真是浪费。这可是纯手工的大型烤箱，他拿起棍子对准竹子就是一顿乱打，把竹子打得支离破碎，接着展示一手好编织，把竹片编成一块大席子，边缘部分也用竹片精心处理，连母鸡带小鸡都来围观。锤哥把席子挂在屋顶，抱来一筐野生木薯，仔细给它们削了皮，然后把它们泡在水池里，把木薯切成小块，摊在竹席上晒干，下面小火慢慢烤，真舒服。锤哥又搬来2根竹子，自从他断出了铁器，剪竹子简直轻而易举，在竹子顶部钻了个圆孔，又展现了一次家传的灭匠技艺，双手协作默契十足。竹片很快被分开，继续把它们细分得跟发丝似的，根据竹筒的大小编织，编成一个完美的捕鱼口。摸了摸捕鱼口的光滑度，正好可以塞进竹筒，眼睛没花你，今晚他就要用这玩意儿捕到河里最野的那条鱼。在竹筒顶部塞入竹片，防止捕鱼篓乱动，把可怜的蚯蚓塞进去，放在水草茂盛的地方，轻轻地塞进河底的泥里。锤哥回厨房处理木薯，把它扔进锤倒桶，抓住屋檐横梁开始干活。手动锤倒器的好处嘛，边锤边减肥不是挺好？把细腻的木薯粉过筛出来，加点清泉水揉成面团。小哥急匆匆跑回河边，取出放了2小时的装置，一打开鱼篓，几条傻乎乎的黄鳝就蹦出来。木薯面团发酵好了，捏成片。锤哥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把黄鳝洗干净，拿出烤箱里烤了5分钟的木薯饼，精心的把黄鳝摆在木薯饼上。这道菜叫做蛟龙入海，是传承了18代的秘制菜。偷偷摸几个土鸡蛋来，吃4个就已经很给面子了，这是对翠花的尊重。锤哥掀开烤箱盖，把鸡蛋也放进去。终于到了吃饭时间，面饼微黄，黄鳝味道扑鼻，那鸡蛋羹滑嫩异常。锤哥把鸡蛋分成一小块块，吃的脸颊鼓囊囊的。这顿饭富含淀粉和蛋白，不愧是野外生存高手。因为一天钓鱼超负荷，结果被老婆放逐野外。但为了继续钓鱼，锤哥决定再练铁匠手艺，要锻造出超细的鱼钩。先在野外找些铁矿石，炉子里用树枝垫底，把铁矿石和树枝堆满，打开鼓风机，加大火力。你以为这样就能炼铁？那你可就错了。锤哥拿出烧好的矿石，开始敲碎里面的黑铁。他拿起竹子编了个小网，虽然撞得像头牛，但手艺细得像刺绣。把矿石烘干后捣成粉末，直接筛到那自制的网上，捣到比面粉还细滑。拿来自然煤准备烧热炉子，也是把煤砸成小块，这样热度更均匀。煤炉巨耐咋整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，把煤先烧热等着，然后把铁矿粉倒进去，上层再铺一层煤，烧上整整2天2夜，最后挑出里面的炉渣，看起来像极了海底珊瑚。
但这上头全是珍贵的铁珠。锤哥小心地把铁珠分离出来，还好这回只铸个鱼钩，要是练个刀不得练到猴年马月。锤哥这番折腾花了3天3夜，一共搞到好些铁珠，钓鱼还得有线呢。他剥了点芭蕉树皮，用刀巧妙分割，把里面的肉去掉，只留纤维。在纤维晾干的时候，锤哥把水加进粘土里，这泥巴清洗后才算干净。把泥水转到罐子里，静置让它分层，然后倒吊水，这样的泥巴才合格。继续让它风干，这才能拿到工作台上来。泥巴软绵绵，像发酵的面团。锤哥在上面勾勒出鱼钩形状，拿出贮藏的铁珠放到模具里，盖上炉子，用烈火烧造。真是钓鱼狂热分子，不愧是渔翁之末。第二天一看，铁珠已经完美融合。锤哥毫不留情地砸碎模具，把自己心爱的小铁钩取出来。不过这钩子还得打磨一番才能用。他把鱼钩放直，再次丢进火里加热，拿起弯月刀对着顶端狠狠敲打。看锤哥这手艺一点不比铁匠差。这一次他用石头来敲打，瞄准顶部一下一下磨。先把鱼钩搁一边，锤哥加大力度继续敲打，直到看起来像根锋利的绣花针。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锤哥不只是做到了，连倒钩都做得漂亮极了。终于到了可以弯曲鱼钩的时候，准备好让它和鱼线结缘。锤哥拿鱼钩细心地处理芭蕉皮，用竹片的边缘刮掉芭蕉皮上的水分，只留下坚硬的纤维。这些纤维被他拧成了绳，一根接一根细心编织。锤哥做这些活的样子真迷人。鱼线有了，鱼钩也准备好了，把它们精心绑在一起，只要能钓到鱼，这日子又可以滋润了。